欢迎各位来到这一期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不说废话，直接切入一个极度迫切的议题。你知道吗？每一位现代投资人现在立刻马上都必须面对一场无声的典范转移。如果你还在用过去10年的老方法看市场，那你很可能已经在一场淘汰赛里边缘化了。今天我们要来彻底拆解，在人工智慧已经快要接管世界的背景下，我们到底要怎么从传统那种苦命的数据处理员华丽转身，变成真正具备战略眼光的新型决策者？准备好颠覆你的认知了吗？我们开始吧。好，让我们先从这个数字开始聊起，1万。大家先想想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在如今的 AI 时代，最顶尖的演算法可以在短短1秒钟之内读完并且处理完1万份财务报表，甚至还能顺便精准抓取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市场情绪。过去我们总觉得投资的优势就在于我比你早拿到资讯，或是我能手动熬夜建一个更猛的财务模型。但1万这个数字毫不留情地粉碎了这种优势幻觉。面对这种算力怪物，我们人类到底还剩下什么价值？大家先别慌，虽然威胁超级真实，但我们绝对有反击的策略。今天的解析，我们会借用知名创作者 Dan Cole 非常经典的 APGA 架构，来为大家提供一本最实用的生存手册。我们会带大家看清当前的投资危机，避开致命的心理陷阱，重新定义我们自己的角色，并且教你用最科学的数据工具跟天赋测验，一步步打造出别人偷不走、AI 也算不出来的个人专属决策护城河。那么我们就先来聊聊传统金融圈现在到底面临了什么样的根本性危机。你一定对这个状况不陌生，这就是传统投资人长期以来陷入了致命80-20陷阱。从历史上看，大家总是把高达80% 的宝贵时间砸在最基础的资料收集跟整理分析上，最后只挤出可怜的20% 来做真正的战略思考。但现在残酷的事实是，连美国国家级的 O-Net 职业数据库都已经导入自然语言处理去及时抓取市场资讯了。当 AI 工具只要一眨眼就能做完你那80% 的苦工时，如果你还硬要耗在计算跟统整上，那就真的是骑着脚踏车想跟高铁赛跑，除了满身大汗之外，注定只能被远远抛在后头。说到这里，这就完美呼应了硅谷传奇商业思想家 Naval Ravikant 说过了一句至理名言。他强调，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专属知识。在现在这个数位经济跟 AI 杠杆满天飞的时代，未来的世界绝对是属于那些懂得挖掘自己独特洞察，并且利用代码或媒体把它无限放大的人。你需要把科技当成你的超级杠杆，而不是傻傻的跑到演算法的赛道上跟机器肉搏，那是毫无胜算的。不过，当我们意识到要改变，试图去寻找策略的时候，往往会踩进另一个非常危险的心理陷阱。这边就不得不提一个关键概念——地下室效应。当每天都有海量 AI 生成的市场数据朝你轰炸过来，如果你没有一套符合自己天性的投资哲学，你绝对会陷入严重的分析瘫痪。你可能会开始慌了，盲目去抄袭那些大师的风格，强迫自己去做根本不符合本性的决策。在这种极端的市场压力下，就会触发你天赋的阴暗面，也就是掉进了毁灭性的地下室状态，让你做出连事后回想都觉得不可思议的蠢决定。我们来举几个交易室里血淋淋的真实例子吧。假设你的核心天赋是完美，在压力下掉进地下室，你就会陷入无止境的分析瘫痪，总想等那个100%完美的时机。结果呢，往往就是眼睁睁看着暴涨的车开走。那如果你的天赋是竞争呢？你可能会出现老子就是输不起的心态，为了向市场证明自己才是对的，死扛着亏损绝对不停损，最后账户直接清零。又或者你是审慎天赋的人，在极端压力下会变得极度多咬，因为太怕犯错，动作慢到不行。这些通通都是现代投资人在高压下自我毁灭的真实写照。既然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就必须大刀阔斧的来重新定义一下，在这个时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投资人？以前那种整天盯着荧幕、手动建模的数据分析机，可以正式宣布被淘汰了。跟 AI 比算数学是一条死胡同。现在我们必须进化成趋势与人性的洞察者。
没错，AI 1秒钟就能看完财报，但它算不出一个创业团队遇到危机时那种咬牙苦撑的韧性，它也无法凭空想象出未来社会变革的深刻愿景。所以听好了，把枯燥的数学丢给 AI， 把你最宝贵的精力全部集中在人类独有的洞察力上。简单来说，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的艺人公司或是顶尖决策中心，你的终极北极星就只有一句话：识别商业投资机会与战略。这就是你全新的职位描述。当你把处理繁琐资料的时间彻底释放出来，你才有足够的脑容量去深挖那些关于人性、宏观趋势等底层逻辑的战略思考。观念有了，实战上我们该怎么落地呢？我们先来打造你的第一组武器——外在雷达。其实我们有一个超级好用，却很少人发挥到极致的反向工程工具，那就是美国劳工部的 O-Net 数据库。你要怎么做？首先，进去里面锁定那些带有太阳或火箭标签的前景光明新兴职业，然后仔细观察这些正在爆发的产业大量使用的哪些带有火焰标签的热门科技。这些正在疯狂普及的底层技术跟软体，往往就是最有爆发潜力的投资标的。另外，你还可以透过分析转移技能，去预判哪些传统企业的员工具备转型弹性，谁能在这波 AI 浪潮里存活下来，答案就藏在这里面。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请大家把这一句话刻在脑袋里：资金永远跟着未来的人才走。当你懂得把 O-Net 的大数据当作你的寻宝作弊码，你就能在华尔街那些西装笔挺的分析师反应过来之前，提前卡位资金跟人才的流向。这就是你在外在市场最大的不对称优势。有了超强的外在雷达还不够，接下来我们必须启动你的内在引擎。这世界上绝对没有一体适用的投资策略。这边非常精彩地向我们展示了你与生俱来的克利夫顿优势是怎么直接决定了你最高杠杆的投资流派。如果你天生拥有分析、战略跟前瞻的天赋，能在混乱中一眼看出规律，那太棒了。宏观趋势跟二级市场绝对是你的主场。那如果你的强项是伯乐跟个别天赋，你看人超级准，能一眼看出团队的互补性，那你简直就是为天使投资或创投而生的。那如果你是个拥有纪律跟审慎天赋的人，能毫不犹豫地执行停损，那么严格的量化模型或是价值投资就是你大展身手的地方。所以说真的，停止盲目模仿那些亿万富翁大师吧。就算巴菲特的方法再神，如果他的风格跟你的内在行为引擎完全冲突，你硬学他只会把自己搞到崩溃，甚至掉进我们刚才说的危险地下室。顺应你的天赋，用科学的方法武装自己，找出你独一无二的专属知识，它才是能够长久在市场存活的王道。好，把我们今天聊的这些线索全部串联起来，我们就来到了最后的重头戏，建立你的护城河。这套实战蓝图其实非常清晰，只有3步。第一步，马上停止亲自去做那些繁琐的数据收集，通通丢给 AI 去做。第二步，打开你的外在雷达，用 O-Net 随时扫描宏观经济跟人才转移的风向。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启动你的内在引擎，确保你选择的战略跟你的克利夫顿优势图谱完美对齐。当你把这3件事结合在一起，你就打造出了一条具有超强复利效应，而且演算法永远学不会的战略护城河。到了尾声，我想抛给大家一个问题，好好思考。在这个演算法1秒钟就能吃掉1万份财报的怪物级时代，你还要继续在跑道上跟它比拼计算速度吗？还是说你已经准备好改变思维，开始善用外在数据洞察与内在个人天赋，建立起那道专属于你、无可取代的决策护城河了呢？希望今天的解析能成为你投资进化之路的关键催化剂。我们下次见喽！